你可能见过拳手赢了以后怒吼，但你见过49秒踢倒对手转身就走的人吗？这个把世界级拳手踢得站不起来，自己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男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玉面杀手达万猜。在格斗圈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不懂泰拳规则，但只要刷到达万猜的比赛，大概率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他长着演员的脸，顶着模特的身材，一记低扫当场踢断对手大腿，疼的对手站都站不稳；一记高段扫踢瞬间踢断对手手臂，神奇反应、精准打击、快如闪电的击打方式，打得对手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就是达万猜最可怕的地方。你看他叫偶像剧的男主，可真正站到他对面的人，面对的却是万羽量级泰拳赛场上最难对付的冠军之一。可就是这么强的泰拳手，也在2025年连续2次失利。达万猜本名纳隆萨考马拉，1999年出生在泰国芭提雅。幼时家境优渥，随着家里破产，父母离异，他跟着父亲生活一度拮据不已。7岁时看了一场泰拳比赛，被格斗家们的形象震撼，征得父亲同意后进入拳馆接受训练。没多久，就在芭提雅一家海滩酒吧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正式泰拳比赛，只为了赚取微薄的小费和奖金。随着父亲独自抚养着的压力越来越大，幼年的达万猜深刻体会到了贫穷与饥饿的滋味。之后，凭借出众的天赋和远超同龄人的刻苦，达万猜很快打响了名气。14岁时，达万猜便成功打入了泰国泰拳最高殿堂曼谷伦披尼竞技场。初中毕业后，加入享誉全泰的 PK 善财泰拳馆。在这里，他改名为如今拳坛上大名鼎鼎的达万猜，遇到了亦师亦友的泰拳传奇善猜以及师兄普拉詹猜，正式开启了他迈向世界巅峰的职业传奇。2018年，达万猜对战古兰当。古兰当绰号左陨石，左拳重的能砸碎钢板，是当年拿过泰国年度最佳拳手的绝对硬汉。当时很多人嘲笑达万猜，这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绝对扛不住古兰当的一拳。可结果是他连续赢了古兰当3次，在万众瞩目的3番战中，双方甚至下注了高达600万泰铢的巨额赌注。最终，达万猜笑着拿走了这600万。同一年，达万猜获得伦披尼拳场、泰国体育局以及泰国体育媒体评选的年度最佳拳手荣誉。2021年，达万猜进入万冠军赛，首秀对阵爱尔兰拳手肖恩·克兰西。第3回合，他突然送出左高扫 KO 对手。2023年2月，在卫冕万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时，对战俄罗斯硬汉贾马尔·尤斯波夫。开赛前，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场火星撞地球的血战。结果呢？比赛仅仅开始了49秒，达万猜看似漫不经心地踢出了一记左低扫，精准劈在了尤斯波夫的大腿外侧。就是这一下，尤斯波夫瞬间失去平衡，痛哭倒地。由于肌肉神经遭受重创，他甚至无法自己站立，直接被医护人员送往了医院。而此时的达万猜在干嘛？他看都没看倒地的对手一眼，只是面无表情地转过身，走向围绳，靠在那里轻轻喘息。这一幕直接在全网封神，没有任何面目狰狞的缠斗，一击必杀，从容离去。什么叫泰拳男主？这就是最完美的诠释。之后，他迎来了职业生涯最大的考验，对战前踢拳世界冠军苏波邦。在这场长达5个回合的鏖战中，达万猜将他的松弛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哪怕面对苏波邦的压迫和高扫，达万猜也没有慌乱。他就像一个正在解高数题的学霸，冷静的见招拆招，用更重、更具穿透力的扫踢回敬对手。最终，达万猜凭借更加立体和高效的打击，通过判定赢下了这场世纪之战。然而，再完美的大男主爽文剧本，在真实的擂台上也可能被瞬间撕碎。2025年3月，达万猜转战踢拳规则，争夺万羽量级踢拳临时冠军，对手是日本名将野入正明。第3回合，野入正明突然加快拳法输出，连续击中达万猜。达万猜被读秒后仍未完全恢复，野入继续把他逼到围绳附近，用连续拳迫使裁判终止比赛。在泰拳规则下，达万猜可以用肘击、正蹬和小拳套形成完整体系。到了踢拳规则，他必须面对更密集的拳法组合，也不能使用自己熟悉的肘击。这场失利没有终结他的职业生涯，却暴露出他跨规则作战时的问题。2025年12月19日，曼谷伦披尼竞技场万周五格斗夜137期，达万猜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具戏剧性也最惨烈的一战。他的对手是年仅22岁的中国超新星神龙刘梦阳。赛前，外界都觉得这场是达万猜又一场展示华丽技术的表演赛。然而，面对久负盛名的泰拳王者，中国小将刘梦阳没有丝毫怯战。他顶着达万猜标志性的正蹬，采取了极其凶悍的压迫战术。
并且将目标死死锁定在了达万才的右小腿上。仅仅到了第52秒，刘梦阳接连4次低扫重击，如同砍树一般劈向达万才的防线。伴随着一记势大力沉的精准低扫，达万才痛苦地倒在擂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TKO 52秒。赛后，达万才被确诊腿部骨折并接受手术，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对于依靠移动、支撑和扫踢作战的职业选手来说，腿部重伤不仅是身体考验，也会影响重新建立发力和防守信心的过程。他何时复出？复出后还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目前都没有确定答案。短视频时代，人们看惯了格斗场上的剑拔弩张和赛前的互相谩骂，而达万才就像一股清流。论长相，他是不折不扣的偶像派；论身材，他拥有如同模特般的头身比；论镜头感，他每一次出招的定格都完美的像电影海报。格斗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在擂台上神也会流血，也会陨落。达万才的神话虽然被中国小将终结，但他曾经留在八角笼里的从容与华丽，依然是格斗界无法复制的经典。他不是被包装出来的流量明星，他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王者。这就是达万才，一个把泰拳打成偶像剧的男人。上来刚开始这个，上钩，击负，到了角落了，有机会，打反，过防，后手，地下后手很重，直接终结赛。比张伟丽拳法还猛的中国姑娘，将美国女兵逼在角落疯狂暴打，现场裁判怕闹出人命，赶紧终止对局。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好，我们看一下，首先登场的这名选手呢，正是我们今天的擂台狩猎者，中国的 KO 女王王可涵。她是拳法不弱于张伟丽的中国 KO 女王，短短3年的时间，豪取14战14胜14场 KO， 横扫整个国际擂台，难寻敌手。她平均每一场比赛都要轰出上千拳。和他交过手的对手非死即残，是继张伟丽之后，中国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拳坛新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迎战王可涵的对手，没有错，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女兵娜塔莉。据说在美国的部队当中，连男兵都不敢惹他啊！他自己在采访时也是狂言，说自己比男人还要强壮，比男人还要勇猛。不仅如此，还羞辱我们中国女性太软弱、太弱小。打赢我们中国女选手就像捏死一只小蚂蚁一样简单。哎呦，这个娘们很猖獗啊！今天我们的中国 KO 女王王可涵霸气出山。原本这场比赛的这个擂台狩猎者呢是张伟丽，但是王可涵表示说我想打。王可涵正是张伟丽的师妹啊。好，没有错，比赛开始，让我们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我们看蓝方选手绿色上衣，她就是美国女兵娜塔莉。红方选手黑色上衣，中国姑娘王可涵。好，我们从侧面上来看，对方的身高呢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当然王可涵也不矮啊，我们也有1.73米的一个身高，但是在对方面前还是矮了一头。好，小心，对方的这个推法打得很凶啊。我们看对方的这个打法是结合了泰拳以及跆拳道的这么一个战术啊。好漂亮，哦呦，打的对手节节败退啊。呵呵，王可涵的这个拳法还是很厉害，中近距离的话是王可涵发力的一个。
觉得重点应该不在他的低扫上啊，拳上啊，拳非常的重，拳非常的重，对，对方的防御了，对，上下结合，高，你看这正蹬，汪可涵并不是那么着急啊，高扫啊，这个高扫，幸亏汪可涵是往前冲了一下，对，如果他不动在那个距离就很危险，再往前冲。双方今天的这个作战风格也是非常明显啊。那对方是比较擅长腿法，而王可涵恰恰相反，我们更擅长于这个拳法上的进攻。中文的这种纹身呢，好漂亮，击斧，打完上面打下面。好，第一局结束。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中国 KO 女王王可涵这场比赛她的表现啊，的确是不俗的。好，我们看把对方美国女兵打的，对方啊你就偷着乐去吧啊！如果让张伟丽打你，那这下场啊可比这还要惨。但当然啊，汪可涵作为张伟丽之后，我们中国冉冉升起的女子拳坛新星呢，我相信她的未来，她的成就有可能会超越张伟丽。但是目前来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张伟丽毕竟现在是世界冠军，那么她的名气已经不仅仅在我们中国有名气了啊，全世界都认识张伟丽。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表现。把他的中文的那个译名纹在他右腰侧面呢。对，而且我看到他的左侧脚背上面还有4个中文字，应该是战士永远。好，连续的拳法，对，要先把他的防守打散了。对，一定要打散。虽然刚才连续命中，但对方的报价是很紧的，很多下都是打在拳头。这一回合，王可涵在拳法上的进攻打的是非常的凶。那么经历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呢，也是摸透了对方的打法啊。那么对方的这个美国女兵啊，她比较擅长腿法和防守，但是对于王可涵来讲，我们只要杀住她的这个中近距离，对方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也就是说，对方除了挨打，那就是挨打了，因为王可涵的这个拳啊，的确是太重了。好，我们看，这又是连续重击。王可涵也有腿法，但是他并不太爱用啊，把所有体能还是放到这个拳法上。而在第一回合，汪可涵是没那么容易压到那个距离的。对，而且第2局上来以后，汪可涵把节奏明显的加快了。也就是汪可涵对节奏的分配上也非常的有效。对，而且汪可涵并不是他每次都是急于进去，如果对手强行进攻的时候，他会后撤，或者是向左侧或者向右侧的这样交换。那么现在来看，对方美国女兵呢是相当的被动啊，是被我们中国的姑娘王可涵啊牵着鼻子去走。而他这个腿法明显是变慢了啊，而且力道呢也不是很足。哎呦，漂亮，读秒了，这一拳太重了，但是对方并没有被 KO， 裁判送给他一次读秒，这是一个上天赐给他的好礼物。王可涵迫不及待，但是被裁判拉了回来啊。好，我们看王可涵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对方的美国女兵，连拳带腿，这个时候开始使用腿法了。对对方的报价拿得非常的紧，要先打开这个防守啊，然后再去想办法去 KO 对方，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拳啊只会打到对方的拳套上啊，这个防守上。王可涵还在追，对，还有对手的高扫啊，也是挡住，就变线高扫，对，诡异。这几下是挡住的，这几下是其实挡住的。啊，这一下滑倒，这是滑倒。我觉得汪可涵应该多增加一些横向的移动啊，没错，不要让对手在退防的时候。对。啊，击负再击负。哎呀，这个前手接的有点慢啊。啊，后手中了，打得摇晃了。我们看这个美国女兵现在是连连后退，哦，这被打的完全啊不敢去反抗了，还在跑。这个狼狈的模样和赛前吹牛啊，说自己比男人还猛的这个大塔利啊，我好像并不是一个人。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结束了，那果然啊，嚣张的美国佬，他嚣张啊，你就得揍他，打一顿那都老实了。好，比赛第2回合结束，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女兵啊，赛前的嚣张气焰啊，目前都已经被我们的汪可涵打到烟消云散了。那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您认为汪可涵的拳法和张伟丽的拳法谁更狠？当然啊，汪可涵的这个体量级呢是要比张伟丽大很多啊。那么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我们张伟丽的拳法啊。当然，汪可涵的这个拳法，它的密度是的确要比张伟丽密集很多啊。
这场比赛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查一查啊，汪可涵打了多少拳。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了第3回合，对方有点想送死的感觉啊，竟然敢和汪可涵打内围，太明显了，对，很容易被防住。就是这种大招一定要其他的招数，特别虚招去做铺垫，去骗对方来吃自己这个大招。对，就是说你没有在100%的把握的时候，最起码你要有50%到60%的把握的时候。是的。虽然说双方的这个作战风格是有所不同，对方更擅长腿法，但是腿法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啊！你看他的速度、力道啊、轨线都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也就是说，对于汪可涵来讲呢，对方的腿法就像慢动作一样啊，是非常容易躲的。好漂亮，连续追击，汪可涵连拳带腿。我们看这一波的进攻啊，打得还是非常凶的。还是那句话，要先打开对方的这个防守啊，要不然的话，那么所有的进攻全都是白打了。没有接其他动作，也没有连其他动作。一扫，横向移动，对，击腹，击腹5秒。这个击腹是一个互相冲的吗？好，又一次夺秒，那汪可涵也是雨露均沾，每一回合都送给对方一次这个夺秒啊，每一回合都送给他一个大礼物，不偏心。好，到了角落了，有机会打伞，破防，后手，逆向后手很重。什么情况？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没有想到啊，竟然会是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看对方的美国女兵还在演戏，对方好像是奥斯卡影帝啊，她表示说我不服啊，我还在防守。那刚刚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汪可涵的重拳是越打越猛，对方已经没有这个任何防护的动作了啊，长达6-7秒钟没有动作。那么对方这个生气的状态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啊，表示说这个比赛不公平啊，美国黑掉了他的比赛。你相信我，观众朋友们，回到美国他绝对会在采访面前这么说。但是没关系，这场比赛怎么说他都输了。我看慢动作之下，你看汪可涵的这个拳啊，裁判不得不终止啊，这不终止的话，对方接下来也只有挨打的份儿啊，所以说没有什么意义。好，让我们恭喜汪可涵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您觉得他和张伟丽谁的拳法更猛？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留言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好，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我希望大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不要眨眼睛，因为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有了，已经明显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大战澳大利亚总理女保镖的精彩绿局强比赛。好，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姑娘，一看到她就很开心了，很亲切了。她不仅是有很多男粉丝啊，女粉丝啊，现在也是非常的多。好，没有错，她正是中国女拳王、巾帼女英雄张伟丽。本场比赛，张伟丽是作为擂台守擂者，没有错啊，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祖国打比赛。我们都知道，张伟丽平日里呢是征战国际擂台的啊，经常在美国、日本、韩国啊或者英国打比赛。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张伟丽的对手就是眼前这个啊，看起来好像是人畜无害，不像坏人，但实际上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家伙，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双冠王，澳大利亚总理女保镖阿玛尼·舒尼可。此人6岁练拳，12岁夺冠，16岁成为双冠王，19岁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的贴身女保镖。本次在来中国之前，他在媒体面前更是立下了军令状，当众大放厥词。这一次我去中国打比赛，只可能有2个结果，要么我打死张伟丽，要么张伟丽被我打死。他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有100%的信心能够击败他。好，观众朋友们，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女保镖的确是很猖獗啊，她才22岁哦，能说出这么歹毒的话，那我说她是蛇蝎心肠，观众朋友们，您没有意见吗？好，比赛开始了，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的战袍张伟丽，蓝方选手啊，她的个子很高，胳膊很长啊，大长腿也很长啊，没有错，她就是澳大利亚总理女保镖朱尼可。双方完全是2种作战风格啊，对方的话是偏泰式啊更多一些，而张伟丽是偏散打啊更多一些和传统武术。
好漂亮，内围的打击，张伟丽完全不输对手啊！对方有顶膝，我们也有啊，因为张伟丽本身他也练习过泰拳，而且是练习的最纯正啊，在泰国的这个老虎拳馆啊练习的泰拳。哎呦，旋风踢！张伟丽闪电般的快拳，哇哦！我们看张伟丽的拳速太快了，对方的朱一可仅打了1拳，我们打了他13拳，1比13啊，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这是个犯规动作啊，对方有一个箍头顶膝，那么这个在规则当中啊是不允许的。哎，对方再一次犯规，刚刚是个转身肘的动作，转身边拳可以，但转身肘不可以啊，这在我们这个自由搏击的规则当中啊，这是有限制的。我们看对方很明显了，这个是有点忌惮和张伟丽来拼拳。的确，我觉得换作是任何人啊，都不会选择和张伟丽去拼拳。好，你看，稍有不慎啊，张伟丽的拳头就轮过来了。好的，继续打。虽然说本场比赛朱尼克占据着臂长和腿长的优势，但是没打出来，主要还是张伟丽打得太猛了啊，不给他发挥的一个机会。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1回合结束了，非常的精彩。那么张伟丽是绝对的优势，拿下了第1回合。无论是打击数还是气势上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张伟丽那绝对是遥遥领先了。但是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还有2个回合。赛前，这个澳大利亚的总女保镖呢狂言，她说呢，今天不是我打死张伟丽啊，就是张伟丽被我打死。观众朋友们见过狂的，但是绝对没见过这么狂的啊！可以说这张伟丽有史以来见过最狂的选手了。之前有很多人说呀，要么说抢走张伟丽的冠军啊，要么说把张伟丽打到退役，但是听说把张伟丽打死的啊，这是头一个。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比赛马上要来到第2个回合了啊！也希望您呢不要吝啬您发财的小手，点上一个赞啊，为张伟丽加油打气。很不容易啊，张伟丽的确很不容易，从一个打工妹儿啊打到了世界冠军，10年磨一剑啊，其中的辛酸呢是非常之多。好，比赛第2回合。但是张伟丽实际上他习武很早啊，8岁就开始习武，那么后来也是加入到了这个国家散打队啊，然后最后的话是因为受伤啊，所以说转变了职业，做过幼儿园教师啊，送过外卖，当过保安，还在健身房啊卖过课，那么最后呢是走到了世界冠军的这个位置。对方在速度上是慢了张伟丽一大截，跟不上，也防不住。我觉得张伟丽不要在这里等啊，还是要往里去打。我们中间距离啊，还是有一拼之力的。好的，没有错。打内围也没关系啊，你会顶膝，我们也会。哎呦，又是旋风踢！张伟丽本场比赛很喜欢用这一招啊，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太有效的一个命中。
哦，漂亮！后手的重拳塞得很准，主要是速度快啊，抓对方的是这种啊，这个出拳出腿的空当。哦呦，又是一拳！我们看这个，这个朱尼可已经不行了啊，鼻子开始淌血了，而且这个发型有点凌乱啊，被张伟打散了。对方也是个爱美人士啊，这个时不时在整理发型。好漂亮，转身侧踹。好的，张伟丽连续重击有了，对方没有防守了，继续打。哇哦，还在打！我的妈呀，张伟丽这一波打出了30几拳，但是朱尼可挺下来了，没有想到他这么抗打。好，还有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漂亮，打得真准啊！不行了，对方的这个朱尼可明显是没劲儿了，哈哈，我们的出腿速度很慢了，非常慢。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本场比赛，张伟丽和对方的澳大利亚总理女保镖啊，大战了这个10分钟。那么最终的话，虽然说并没有产生 KO 啊，但是我觉得张伟丽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我们打爽了啊，把对方打的是你看，披头散发，哈哈，哦，很精彩。那么对方赛前扬言说打死我们。这场比赛我能看得出来啊，张伟丽绝对是有手下留情啊，是收着劲儿在打啊，可能是要考虑到两国关系啊。好，恭喜张伟丽获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给我瞄准了打 KO！ 张伟丽一脚爆头闯下擂台血案，对手当场猝死擂台，现场插上氧气开始抢救，生死未卜。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德大战。好，没有错，眼前这名选手就是来自于德国，人送外号德国版张伟丽的莉莉亚·卡扎克。好，虽然说他有着这么一个外号，但是在赛前接受采访时啊，这个家伙却表示，下一场比赛你的对手就是张伟丽了，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什么张伟丽，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但是他敢当我的对手，我就敢3拳把他打进棺材里，绝对不是开玩笑。好，观众朋友们啊，可以说是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嚣张的人了，甚至要比这个美国和日本人啊，甚至比韩国人还要嚣张。好，这场比赛希望他一会儿挨揍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哭出来啊，因为你哭出来，我们也不会搭理你。好，没有错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闪耀登场。没有错，张伟丽登场，全场的灯光必须换成红色啊，因为这是代表我们中国红，同时也是张伟丽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好，来自于我们中国的黑虎搏击俱乐部啊，1990年出生于河北邯郸的张伟丽啊，她不仅是中国的王者，而且她现在是世界的王者。好，这场比赛看张伟丽状态很放松啊，这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他没有把对手呢放在心上，甚至还在随着音乐啊去摇摆。观众朋友们，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张伟丽的这个臂围，也就是他手臂的这个粗细啊，和对方他面对面站的这个男人啊，这个身高9尺的壮汉还有粗啊，张伟丽的这个胳膊呀，哦呦，粗的吓人。好，首先张伟丽面对对方德国女选手的挑衅啊，张伟丽是霸气表态，你不认识我没关系啊，我会让你认识我的双拳，我的拳头。好啊，还是非常的霸气。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废话少说。红方选手张伟丽，蓝方选手莉莉亚·卡扎克，德国女拳王，没有错啊，粉丝叫背心儿。就这个家伙在德国的话有一个外号啊，被称为啊德国版张伟丽。这就很清楚就说明了啊，他是比张伟丽要低一级的啊。但是对手却装糊涂啊，揣着明白装糊涂，说我不认识张伟丽，我不认识他啊，但是我要打他。好，有机会，张伟丽的地面对局。张伟丽的这个力量呢，在女子量级当中啊是
独一无二啊！他说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那这个不是我们吹牛。很多人说我这个说张伟丽的比赛的时候啊，废话很多啊。观众朋友们，说起张伟丽，那真的是滔滔不绝啊，夸不完啊！确实，他的优点和实力太强了。对方德国选手的下位处理呢很简单啊，就是想做一个全方位的防守，想要限制张伟丽的这个进攻。那张伟丽也一直在尝试啊做侧方位的转换。我们看转到侧位之后啊，砸肘就是张伟丽最终的目标。我们看开始了。侧面控制，起长对方做一个起桥啊，借着起桥，你看做了一个高位起腿，顺势给划过去。对方做了一个翻转。拿到后背之后的张伟丽并不是很着急，先做砸击，先去消耗对手的体能。对手的这个体能储备啊，我们不清楚啊，但是跟张伟丽比，那估计是应该是比不过啊。哦，什么情况？这个时候对手还敢反击？当对手想做一个转身动作的时候呢，张伟丽是借着这个劲儿啊，立马就扭到了对方的这个上位。啊，这个地面技巧呢看似粗糙，但实际上是充满了细节。两个人呢实际上都是爆发型选手，要不然不可能被称为这个德国小张伟丽啊。好，张伟丽尝试做裸脚，拿背之后，张伟丽的扣呢搭的并不是很死。好，这个扣有了，腿部的扣有了。双臂这个时候想大扣呢是有难度，因为对方的体能在第一回合还是很好的。不要着急啊。张伟丽的话，很习惯啊，先去重拳把对手打到不行啊。通俗一点就是消耗对方的体能，让对方啊筋疲力尽之时，然后找机会再进行裸脚。但这场比赛明显是略显心急，还在尝试啊，看看能不能做这个背后的手臂三角锁。对手的这个腰间的核心力量也很足。哦，这个怪不得被称为小张伟丽啊。要把自己这个手臂啊，反方向的一个打击。僵持啊！好，最后半分钟的时间，第一回合5分钟的对局，对手被张伟丽按在地上啊，打了这个4分58秒，对方丝毫没有机会。张伟丽还在尝试想做裸脚，但时间并不多了，还有最后的10秒钟。这防守也确实是摆不挠，哇，在张伟丽腿搭着扣的同时，他居然转了一个身呐！是。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人的实力水平啊，我只能用这个一个天上啊，一个地下来形容了，确实差很多。对手呢固然很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比人类还要恐怖的人啊，就是中国女拳王。这场比赛一开始呢，张伟丽在战力上是可以说打了不到10秒钟，立马就把这个比赛拖到地面了。好，再见对方表示说，我不认识张伟丽啊，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我都不清楚啊，我根本不在乎他，我也不在乎中国人。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就想问问他啊，你到底还认不认识张伟丽？你不认识没关系，我们打斗你认识。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张伟丽在第二回合，又会给对方的这个莉莉娅卡扎克啊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是站立的惊喜还是地面的惊喜？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打这个地面啊，因为对方的这个力量明显是有悬殊。好 ，fight 第二回合。拼拳的话还是要小心，因为双方的这个臂力呢都很足。蓝方选手确实有俄罗斯种族这种凶悍的这种味道啊，是这种大白又是一个很漂亮的过帅。好，没有错，又是地面。对方想逃，但是很难，又逃不掉啊。
实际上张伟丽的这个臂围啊，他的大腿围，这个肘击横肘，我们看对手的脑袋已经被打出了包，但是这个角度看的并不是很明显，还在砸。双方大腿都很粗啊。张伟丽的这个大腿呢是成年男子啊，还要打上3、4圈儿。一方在下位，一方在上位的时候，上位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选手，这明显，这明显打对方脸角了，已经鼓起一个包了。是。单臂拎起对手，这个张伟丽解决这个缠斗的方式和解决对手的这个裸脚的方式啊，很干脆啊，很简单，很暴力。没有什么过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啊，直接把对方啊给砸开了。对，就会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把对方整个的高举起，然后摔在地上，把对方砸倒。对，直接砸晕对手。再掐情啊，是这个莉莉娅的双腿大扣。好，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对方的德国选手还在拼命挣扎，但张伟丽的肘击啊，这个你不认输，打死你都是有可能的啊。张伟丽的这个肘击呢，一般人还真吃不消。我们看对方头上，这个大包啊，已经是个大血包，鸽子蛋大小。好，最后第2回合2分钟的时间，张伟丽想降服的话还有机会。今天呢又是连续的砸肘，但是这张伟丽选手很锁技的时候，张伟丽总是在第一时间能给他破坏掉。现场的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啊，让双方呢是打一会儿站立，因为这个地面啊，如果再这么继续打下去啊，对手的这个下场会很惨。能不能被打死不好说啊，但是想活肯定是不好活。最后1分钟的时间，什么情况？一脚爆头，张伟丽这一脚，应该是踢到对手的脖子上，因为我们很清楚的听到对方的这个脖子啊，甚至有断裂的声音。现场的急救人员赶紧上来抢救，我的天哪！我们看对方的脸，整个眼睛已经被要被打瞎了，而且这个头骨上方被打出了一个大包啊，和当年乔安娜几乎是同款，没有错啊！对方不认识张伟丽，张伟丽送给他一个同款的鹅蛋大包。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战胜了德国嚣张恶女。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